你为什么当律师？陈律师，哎，林娜，我还是有点担心。别担心，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尽量跟对方达成和解。但我就是害怕进法庭。上庭作证，并不代表你犯法了，知不知道？因为你这是第一次。别紧张。但我家里从来都没有人犯过法，陈律师，您一定要帮帮我。这个我知道。我尽量达到你的期望。那您保证一定不告我？这个我可以保证。走吧。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113条，我方诉求由被告承担原告缺席商演活动的赔偿责任及个人损失，合计人民币160万元整，并且及时修复系统漏洞，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被告代理人，首先，从我方提供的航班预订取消系统记录可以看出，原告的机票是通过使用者在静海航空的官方网站上订的，正确输入航班号与身份证号后，由正当的程序取消的。在静海航空网站的服务须知中，大家可以看到，明确且加重标出了用户务必保存好自己的信息和航班信息。根据使用者的操作，网站合理推断取消机票是卫星先生本人的行为，让网站对对方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的验证，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原告的损失是由第三方恶意的行为所致，并不是我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我方并不应当承担原告的损失，更没有理由要去修改现行运作良好的订票系统。我们有聊天的原始记录作为证据，详见证据22。除了证据，证人也在门外等候，我们可以直接问他。证人不用紧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请问刘女士，你在卫星的粉丝会群组中使用了火箭蜡笔这个昵称，对吗？对。好，在我方提出的证据中有一份粉丝会管理群组的聊天记录，对于这份聊天记录上的内容，你认可吗？我认可。请审判长看标黄处。火箭蜡笔说：“我不会让哥哥参加这种低级的演唱会。我订购了一张与哥哥同航班的机票，然后用他的身份证号取消了他的航班。”刘女士，你承认取消了卫星的机票，导致他错过这次航班，没能如期参加这次商演活动，对吗？对。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造成他的困扰和损失，
我只是觉得经纪公司对他的发展道路安排的不合理。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规划，而且他本人也在粉丝群里说过，对他现在接到的商务活动并不认可。那你是如何取得卫星的个人身份证信息的呢？这样吧，我换一个问法，卫星本人并没有把身份证的信息给你，请你帮他取消机票。那么你取消了他的机票这件事情，卫星本人并不知情，对吗？是。你作为卫星的粉丝，是否在参加他的商演活动当中获取过他的个人信息呢？是。好的，谢谢。审判长，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原告卫星为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信息，遭到了有心人士的利用。我方对卫星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情之外，我方不存在任何失误，也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根据卫星先生签署同意的《近海航空的用户使用条例》规定，由他人蓄意破坏、使用不当而由此受到的一切损失，近海航空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求审判长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代理人对证词有异议吗？原告对证词没有异议。证人可以离开了。请证人出庭。审判长，这位是近海航空行程部的经理王森，在这款 app 上面，用户可以实时的查询自己的航班、机票、行程，对它进行实时管理。王经理，请问，用户一般是怎样查询自己的航班信息？用户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登录我们近海航空 app， 便可以查询过往的行程及当下的航班信息。进行身份认证后，便可以进行在线值机等服务。确实很方便。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那么我就可以用他的身份证号码在近航的 app 上面注册账号，然后查询到他的航班信息，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不过首次登录需要注册，注册需要设置密码。如果卫星先生已经注册过，只需要保存好密码，其他用户是不能盗用的。但根据我了解，在此之前，卫星先生从来就没有在近航的 app 上面注册过，他所有的机票都是由他的助理用个人的账号登录，然后为他进行购买的。刘娜正是运用了这项票务系统漏洞，利用了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然后在近航上面查询到了他的航班信息，然后取消了他的机票。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用户高效的获取信息，绝不是漏洞。而且我们近航 App 已经郑重地声明，取消选座这样的服务需要非常严格的身份审核，而且我们建议用户认证后亲自办理。你们承诺进行严格的身份审查，但新用户在注册以后却可以用身份证查询到航班信息，你这是近海航空的票务系统漏洞。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被告，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了。证人，你可以离开了。审判长，原告的诉求很简单，机票既然是从近海航空的 App 上面售出的，近海航空就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客户的信息。被告，关于这点有什么需要回应的？审判长，卫星先生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被更改的机票，都是卫星先生的粉丝刘娜个人行为所致，与近海航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方坚持认为，近海航空公司
不承担相关责任。经过合议庭评议，下面对原告卫星与被告静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前庭起立。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庭审陈述、法院采信的证据等因素综合衡量判断，本院认定卫星机票被取消导致其错过商演，卫星本人与静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均有责任，支持原告方部分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付原告方损失费24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卫星承担9600元，由被告静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6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怎么样？满意了吗？陈律师，我是张青兰，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文光，啊，你父亲出事以后，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回静海也一直见不到他。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见他。我找过你母亲，她不肯帮我，她说我不要打扰你们的生活。可是我在静海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所以只能冒昧的来打扰你，请你帮我，让我见他一面好吗？关于法律程序的问题，我真的无能为力。那你父亲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到底怎么了？会不会有事？我真的很担心他，求求你帮助我，就跟他见一面好吗？啊，求求你，帮帮我。我爸爸的案子一直在调查当中，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什么？好，我马上下去。怎么了？师傅出事儿了，就在楼下。师傅出事儿了，你们先去，我去叫保安。哦。慢点！你干嘛呀？有啊！有啊！没干嘛的？有啊！慢点的！有啊！差不多走了，警察一会儿就来了。这是我们后援会的合理诉求。詹文星，你刚才说后援会对吗？对。后援会，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个人组织的民间团体，不代表官方。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在任何地方闹事，包括我们律所门口。如果你们还这样不依不饶，我将会选择把你们每一位都告上法庭。凭什么告我？刚才叫的我嗓子都哑了，感觉我咽喉炎都犯了。师傅，您喝点水吧。我真不明白现在这帮孩子哪里来的正义感，追个星好像追出了拯救地球的感觉了。年轻人，一股热情没有地方宣泄。我在想，他们对我们尚且如此，刘娜呢？
我现在能明白刘娜为什么会害怕了。陈律师，你又要开始发光发热了。刘娜很信任我。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你只是一个律师，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对刘娜保证什么。我原本以为，唐律师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不会再起诉刘娜。那是你以为，是你主观的判断。跳出来看，这本来就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刘娜不应该成为他们两个公司之间的牺牲品。那你告诉我，她是不是犯错了？她的错误已经被卫星原谅了，谅解她了。注意你的措辞，是你谅解，没有落在合同上的东西，不要做轻易的承诺。刘娜没有钱支付这笔赔偿金。照你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案子都得考虑对方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赔付了。OK， 陈律师，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法律边界的问题了吧？刘娜说她再也不相信律师了，这是她成长的代价，她本来就没有必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在内。我们还能为她做点什么吗？是你啊，不是我。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过错的话，也不用担心会上法庭了，不是吗？至于你的同情心，大可以用来解决他之后的问题。要不律师还是喷点好吧？什么药啊？他那帮粉丝没轻没重的，万一是内伤，对吧？谢谢宗律师，我没事的。嗓子疼能喷吗？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暖呢？那也得看对谁了，是吧？我先走了。白律师，刚才可热闹了，陈律师那粉丝案子被人找上门来了。你很闲吗？不是，我就是说呀。这个月的考勤报告你做好了吗？马上。怎么样？来律所还适应吧？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哈。大小姐，陈主任的事情你不会是没有听说过吧？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还没下班呀？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拜拜。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喂，帮我查一个人，叫许杰，现在在我们律所。之前他为什么从新安来到静海？我想知道原因。哎，来了。哎，来了。人呢？啊，我地址已经发给他了，可能在忙，一会儿就过来。能来就行。对了，要不你先看看菜单，点菜吧。好啊。这边请。亲爱的。许律师，白律师，请慢用。原来许律师就是宋修的女朋友啊，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什么时候开始搞办公室恋情的呀？名堂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够办公室恋情吧？那倒是。不过许律师能力这么强，不会一直在明堂慢慢发展吧？确实也不好说。但是为了我的修修，也未尝不可。哎，那许律师之前在清安的那些事情，宋律师都知道了哈。清安什么事啊？许律师这么独立的女性，一定很有魅力的，是吧？算是吧。
那我真是希望你跟我分享一下，怎么才能交到那么多男朋友啊？没有什么经验，确实是每个人的魅力不同。哎，我听羞羞说，白律师到现在还是单身啊。你也不必太着急了，说不定哪天缘分就从天而降了呢。我可一点都没有着急。也不知道为什么白律师对我这么好奇，只是单纯的想了解八卦而已。啊，那个菜上齐了，要不要多加几个？好呀。哎，你好，服务员。你当初为什么离开齐安啊？怎么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呢？没有，我就是好奇。你是不是想问我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首先呢，这个跟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其次，就算说了，对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好处。再一个，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是没有主见的表现。我可没有信啊，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别出那个，出这个。哎呀，不能这么相信我。4.1，你说。卖卖力气，3个5。哎呀，我接个电话啊。哦。二姐，媳妇查岗啊？哎呀，什么呀？来，大朋友。啊，那输了可算你的。行，算我的。哎，抽。来。喂，哎，小冉，你那儿怎么样？挺好的。你在干什么呀？哦，那个休息时间跟同事们在打牌。那你现在不方便吧？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爸爸那边的事儿？啊，算是吧。爸爸在瑞士有一个家。是吗？嗯。他们2个还有一个孩子，今年都20多岁了。20岁了。小冉啊，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去瑞士的时候。那就是我到东北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嗯。那这么久了，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呢？哎呀，我自己都不想去想的，更别说要怎么告诉你了。今天他来找我了，他说他很担心爸爸，想见见他。哎呀，这信息量有点大呀。这件事你妈妈知道了吗？知道，她早就知道。哎呀，你们家这事儿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要不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先想一想，然后咱们明天再讨论，好吗？啊？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先挂了，好。贤总，家里有事儿啊？啊，没事。妈啊，没事，他们欺负你了。谁欺负我呀？你看这些粉丝，他们真的是脑子不好，他们自己无组织无纪律，管理不好，出了偏激粉丝，他们还有理了。没事儿，妈妈不也没事儿吗？再说了，他们这不是也在维护他们偶像的利益？这叫维护他们偶像？哎，不过妈，你最后一句，我保留告你们的权利，那可是相当酷。酷吗？当然，你看这下面留言啊，有几个人是说你帅的，我也要留言。你要留什么言？等着追究责任吧。追究责任。哎妈，你会真的告他们吗？只要他们不再那么不理智，妈妈肯定不会告他们呀。妈，你不了解这伙人，你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永远不会懂。哎，也许你们的偶像卫星会教会他们呀。那当然，卫星的三观可是很正的，一定会教导他们。
艾玛，我想去看卫星的歌友会。你不是跟他打过官司了吗？能带我去见面吗？那我帮你想想办法。我们可说好了。原告，静海航空认为，因被告未经乘客卫星同意取消其机票，构成无权代理；未经缔造契约双方的同意，擅自解除了静海航空与卫星的航运合同，直接造成卫星经济损失160万元，间接造成静海航空需赔偿卫星24万元。因此，主张由被告刘娜承担因其个人行为导致静海航空损失的赔偿责任及其他损失，共计2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你没有代理人，有什么话需要说的吗？法官，我有2件事情要说。第一，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这么做是为了我偶像好，给他造成的损失我非常抱歉。第二，卫星先生也已经原谅我了。他没有告我，他告的是静海航空，而且他已经胜诉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承担责任，希望法官大人能判我赢，谢谢。被告，你是成年人，不管是追星，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成年的世界是讲法治的，不是你喜欢、你想做就可以做。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你可以好好反思。尊重法律，等于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本案宣判。全体起立。本案判决如下：支持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偿原告损失24万元。其他损失5万元，共计29万元。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刘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查尔斯和他父母在派出所吵架的视频，现在在网上有很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还带动了他拍摄的短视频的点击量。未来这2个视频都会是定时炸弹。宋律师，这已经和我们最早调解时产生的影响完全都不一样了。你看一下我们提供的资料，这是原本家居刚注册的短视频账号，注册日期是案发之后，客流量和网站浏览量都有所增长。而且我们调查过了，原本家居除家具损害外，并无实际上的名誉损失。是，今天查尔斯没有给我的委托人造成损失，但是这种人，你如果不给他一个警告的话，未来会有很多人去效仿他的，到时候可就不仅仅是家居跟名誉上的损坏了。查尔斯哗众取宠确实讨厌，但原本家居摆明了就是想蹭热度。我们做过调查，这条视频转载最多引流的就是转载了查尔斯短视频公众号的。这其实是件互利互惠的事情，流量时代嘛，流量帮助实体，实体有平台提供给流量。宋律师，以我委托人的实力，应该不需要这样哗众取宠的方式吧？但是当然了，如果你们今天诚意够的话，我可以去和我的委托人谈一谈。我想我们今天带了很大的诚意来谈和解。哎，宋律师，我今天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卫星的粉丝去你们明堂楼下围攻了，我看陈律师还在里面，没事吧？没受伤什么的？你放心，人没事儿。这种视频啊，总是传播很快。回头和解的谅解书我发给你。好，辛苦，那我们先走了。
小心啊，丁总。哎。哎，丁总，这边走。简总，有心事儿？哎呀，我一看你呀，我就羡慕，年轻无忧无虑的。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只是我的心事儿没告诉你，你不知道吧？说的对啊。哎，别动！怎么了？你这天天来工地现场，你也不知道擦点防晒，这脖子都晒伤了。哎，行了，我来。哎，我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想到来工地干活啊？我啊，我小的时候啊，家里特别小，从小呢就想找一个敞亮一点的活，最好是那种天天给人看着大房子的那种。这下好了，全都满足了，在户外给人建立大房子呢。是啊，你现在可以天天在这儿看着大房子啊。简工，静海又有海，环境又好，你又有事业，你来这儿干嘛来了？哎呀，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总想着再往前搏一搏。你这话说的，谁不想往前搏啊？在静海就不能往前搏了？你这是典型的给自己找借口。可能静海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嘛。这说的有道理。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是挺没意思的。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哎呀，你这个小姑娘，这说话一套一套的。心灵鸡汤，不过全都是大实话。说的对啊，太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但是，静海对你来说是熟悉的地方，对我可望不可及。看来你很喜欢静海。哎，小心！啊！修长，有什么事儿，要不上去说吧。就几句话，不上去了。师傅的案子通知我准备开庭了，公检部门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我已经约好了时间去阅卷。决定性的证据是张青兰提供的吗？张金兰是谁？我还以为你知道。她是爸爸在瑞士的妻子。前2天找到了我，她说想见爸爸。哦，我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查爸爸的案子才知道的他。我想这也是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他案子的原因之一吧。那天喝多了。最近我们压力都挺大的。阅卷的事情，我作为亲属也不能参加。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我。还有事吗？没了。那我上去。走。师傅啊，许律师呢？出去了吧？天津粉丝刘娜导致哥哥错过演唱会，惹上航空官司，必须严惩。好，
1杯卡布奇诺，2杯美式。喂，哎，你在哪儿呢？审判结果下来了，刘娜赔偿静海航空公司29万，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她正在被网暴。你又开始了，开始什么？开始担心别人，而不是你自己。你没和唐主任说吧？说了。刘娜也该有个教训了，你管不了那么多。我认为这跟强势无关。乍一看，卫星的赔偿是要由刘娜来负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我们依然有责。刘娜根本就没有偿还的能力，这笔钱最后还是要由静海航空公司来付。我们只是获得了纸面上的胜利，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方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29万对于静航来说不算什么，可是静航 APP 漏洞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29万可以摆平的。刘娜现在公开承担了责任，吸引了大家的火力，让静航可以有机会去悄悄弥补它的漏洞，这就是静航想要的东西。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服务好客户，就不能墨守成规，而是需要去为客户创造更好的利益，更好的服务。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让一个弱势的人去替我承担我的责任。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这是你改的机票是吧？看看你对我们家卫星哥哥做了什么，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哎。我是明堂的律师。好歹我们也是为了你受的伤，除了案子，你能不能对我们稍微有点人文关怀啊？好，反正都是我的原因，粉丝也怪我，你们也怪我。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你的原因的话，你就不应该低着头去躲避问题，而是应该去想办法弥补你之前的过错。你如果是来追款的，那你可以走了。我虽然赚的钱不多，但我绝对不会赖账。追款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是陈律师让你来的。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造成这一切问题的都是我们律师？是他说绝对不会起诉我的。你当时修改卫星行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付出代价，而不是苛责律师去帮你免责。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但是陈律师说了是可以和解的。飞机行程都可以修改，为什么案子不会出现意外了？好，反正事情现在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虽然我觉得你现在受到了惩罚，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束。庭审已经结束了。我说的案子没有结束，是因为真正有漏洞的公司并没有受到惩罚。今天是你，明天如果是李娜、陈娜，一个个给我去修改行程，那我们做律师的是不是得一个个去帮他们追讨赔偿？那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就像你所说的，你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总归不会吃亏的。跟我去趟律所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最近是同理心爆棚哦。唐主任，进来。如果你还要替那个粉丝说话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当初呢，我把你拉进这个案子，因为你也是认同客户的利益是至上的，对吗？静航呢是我们重要的客户，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为了客户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更改票务系统不是客户现在的要求。你是个律师，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好吗？唐主任，您说的都对。作为静豪的律师，我当然要替自己的客户着想。所以我认为，像刘娜这种年轻气盛的小姑娘，就算是现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公开道歉，并且承担下所有的责任，但是也难保她将来会做出或者说出一些什么让己方都难看的事情来。那你呢？你跟他有不同的观点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同意他的观点，毕竟我们是一个 team 的。刘娜这是个粉丝报复行为。如果之后他再偏激一点，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那我们不单要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还要背个欺负小姑娘的罪名。我觉得承担这种风险，有点不太划算。那你们说说具体的方案吧。把帽子摘下来吧，没事的。